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 basis。那前面已经从向量空间到子空间，那包括这一个编织集合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开始来慢慢可以看基底了。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线性相依好的 linearly dependent 那这里呢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集合 x 它不等于空集合，那它里面呢有 x1 x2 点点点到 xn 总共 n 个元素，就是 n 个向量它是向量空间 V 的什么样 V 的这一个就是 V 的一个子集所以 V 这里的话怎么样呢？它是一个vector space 因为有时候为了严谨性不得不再啰嗦的说一遍好，那 over 这一个 field f 好，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那 OK， 那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做这一个linear dependent， 也就是说会存在一组系数 A1 A2 那点点点点点点有没有？好，那到 AN 属于 F 我们看出来好，那这一组系数呢 not all zero 不全为零那使得怎样呢 A1 X1 那加上 A2 X2 再加点点点 AN XN 等于0，这是个线性组合这样也就是说存在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那这个请记住一下，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叫 coefficient， 就叫系数这样好，那存在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呢使得线性组合等于0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叫 x to be 它是一个 linearly 就是 linearly 什么样呢dependent set 集合就很简单的定义那请同学记住它的一个数学的定义就是存在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使得线性组合这一组x1 x2 到 xn 的线性组合为零。好，那这样呢相对的我们就看看什么叫线性相依线性独立刚刚是线性相依有没有？好，那我们还是老规矩照写一遍好，那好也是同样的一个集合里面有n 个元素它不为怎么样呢？那这里的话好，我们就说来形容我们的 V 是一个 vector space， 它是一个向量空间看出来那 over field f 好，那 owning 因为0是弦解我们看出来，所以刚刚那个是不全为零所以0这个是那使得怎样呢一样A1 A2 X2 这个点点点到 AN XN 等于0向量所以像仅有注意这个仅有仅这一组而已，仅有这一组没有其他。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0的话，这一组怎么样？这一点是弦解是 trivial solution 带进去一定会让它等于0。好，所以这个就存在这一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怎样呢我们就称呢 we call x to be 注意了它叫 linear 怎么样 linearly independent set 那在一般我们就把它简称这叫什么？叫 Li 那前面那一张投影片的话就是说这个简称什么？就简称叫 LD linear dependent 那这样的话就相对的以后我们在描述这一些集合的时候就比较快比较简单。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做几个小题目来看一看哈。我们看第一道题目，假设我的集合 x 是1 2 3 4 5 6，嘿，考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集合没有？好，那它是在 R2 里面是LD why？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试试看，我就说好，我就随便找一个1 2，我要找一个线性组合，看这个存不存在非零解。找到一个非零的解，看出来，好，等于0 0。那第一个分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我们就第一个分量有没有把第一个分量把它加起来，所以一个 A1，那第二个是 A3 倍 A2，那第三个是5倍的 A3 等于0，有没有？这是第一个式子。那相对的呢，看第二个分量 2A1 再加4倍的 A3 再加6倍的 A3 等于0，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式子。好，两个式子出来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第一式乘以2减去第二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 2A2，你可以把它试试看。好，可以加上什么呢？4倍的 A3 等于0。那如此类推，就是说，我就可以什么？我就可以推到这一个 A2 等于负2 A3，这个如果第三个式子出来了，看起来还可以还可以。那最后呢，我们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我呢，就是说把这个式子有没有，就是 substitute to 1， 把第三个式把它带到第一个式子去，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A2 等于A2 等于负6，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A2 把它带到，所以就等于6倍，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A1 有没有？减去 A3 等于0，那就等于 A1 等于 A3。那同样的道理，所以我随便选，我要找到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就好了。所以我可以找 A3 等于1，有没有？那 A3 等于 A1 就等于1。那相对你就可以把它带到中间任何一个式子，我就得到 A2 等于怎么样？负2。所以就很显然1 2再加上负2 3 4，这我们故意造的5 6，就等于0了，就等于0，有没有？所以这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所以 x is 怎么样 ？LD， 有没有？这不全为零的系数，我们找到一组不全为零的系数。那这个当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对初学的人来讲的话，就开始有感觉，这个最重要。那证明这个式子是什么是 Li， 那怎么证它呢？也很简单，我来分析看1 2 A2 3 4 0 0，有没有？好，那我同样来解看我的 A1 跟 A2 那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可能，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分析一下，第一分量有没有等于0？那第二分量等于0。好，那我继续解下去，有没有？我就把第二个式子再把它简化一下，所以 A1 加3倍的 A2 等于0，第二个式子简化加变成 A1 加上2倍的 A2 等于0。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去解它，你解它那就很简单，你把比如说第一个式子减去第二个式子，A2 等于0， 2等于再带回去，所以呢，仅得到 A1 等于 A2 等于0，所以这个是 only solution， 没有其他非零解，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咯。做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所以呢，x 怎样？它是 Li，它是线性独立，所以这个就变很简单那我现在就很快的算给你们看，那你们就把这个观念抓住就好了好，那所以呢，前面有讲过生成极，那现在我们要提升一下，我要提升到什么呢？提升到这个原来的母空间，有没有？原来的母空间 V， 所以这个集合 X， 假设它也是一个非空的集合
那它呢，当然是它是谁的子集呢？是向量空间V 的子集这样。嘿，好，那我们呢就把前面的定义再重新讲一遍，就是说这一个 X 可以编织出向量空间 V 出来的话，我们就称 X 怎么样？is a generating set， 好，把它提升到 V 来了，提升到 V 来了，看出来，那这样就非常不错。那你也可以讲说 spanning set， 都可以，都可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随便看一个。那像说，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一个 X 等于什么呢？等于很简单，1011，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是我的集合。好，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 ，Lx 等于 r 平方，那这个 y， 那很简单的分析一下给你看，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x y 属于 R2， 有没有？它属于 R2， 属于 R2。那我来看一下它的，那这个我就很快的就把它做出来，就不要再去解释了哈。就是解联立方程组类似前面的，那我现在只要把概念跟你们讲清楚。那是什么意思？这个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任意的一个在 R2 里面的一个向量的话，都可以表成这个跟这个式子的线性组合，因为这个是系数这个系数这个我们后来我们的英文的叫做 coefficient， 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xy 它属于 Lx，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意思呢？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在向量空间 R2 的一个向量呢，都会属于这个 Lx， 所以R2 的话，它是什么？是 Lx 包含 R2， 可是 Lx 又是 R2 的子集，所以呢Lx 就要等于 R2，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好，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生成集，所以我就没有用标准基底给你们看。那现在终于要引出基底出来了 ，basis， 那这个终于叫基底，它叫基底，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在研究向量空间你不懂的基底，那就蛮麻烦的。好，一样我就给一个草写的 B， 有没有？那它也是非空集合，一样，它是我们向量空间V 的什么样的一个子集。好，那它是什么呢？它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规范就规范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组基底 of V， 有没有？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它满足两个条件，我先把它摊开来哪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一个 B 可以编织整个向量空间 V， 那我们就叫做 LC， 叫 linear combination， 它满足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条件透过它来编织这一个向量空间，也就是说 B 就是向量空间的生成集，那它本身呢又必须是什么样？线性独立那我们就简称叫 Li。所以以后我们在检查这一个是否是一组基底的时候，我们会检查它是不是能够造成 LC 的特性，那它本身是不是线性独立所以这个就是基底的定义 LC 跟 Li记得LC 跟 Li 这是我们目前要弄懂的。好，那我们就来再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相对就有点麻烦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三度空间 R3 的里头找到三个向量所形成的一个集合，你看出来好，那好，我看到这个又产生乱码了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好，我的1不见了好，我来补一个1给他让你们做笔记的时候会比较好看好，因为这个系统常常会有一些乱码出现。好，在我的第1页里头因为课程设计师非常用功他用那一个编码进来那这个系统就会解码非常怪怪的好，没关系。
那我们就是说，我就给一个什么？我给一个B 哈，它是看起来不是标准基底哈，那什么标准基底后面再说明的。我要证明说它是 R3 的一组基底有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去做它呢？很简单哈，就是说第一个我要先检查 LC。好，那我习惯性还是用黑色比较漂亮，有没有？好，我们现在检查一下，先检查 LC。好，那对于所有的，这个时候就是用 ABC 好了哈 ，ABC 属于 R3，反正你自己把符号规定好就好了，那前后一致就好了哈，在你解题的过程里面，那我就比较不喜欢下标了哈，因为下标写得太麻烦了，所以就把它改写成 PQ。R 那等于说我看看这个，我要来 check 这个 P 是不是存在 ，Q 是不是存在 ，R 是不是存在？存在的话，这一个ABC 就可以有这一个B 里面的3个向量，把它做一个线性组合式子出来，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可以来做一个解答了哈。所以老样子哈，我来把它系数第一个分量都会得到 A， 你可以看到 PQ 有没有？那第二个分量这个有没有看到？再跟这个有没有？所以 P 加 R 得到等于 B 同样 Q 加 R 等于 C， 等于 C 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加起来，3个式加，那再把2除下去有没有？就等到什么呢？2分之 A 加 B 加 C， 这样就很简单的嘛。所以你会把这个式子减第一个式子就可以得到 R， 这个是减第二个式子得到 Q， 那这个是减到第3个式子就得到 P，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很简单的解出这3个这一个系数出来。注意这个时候呢它是把它当作已知，你要去解这个未知的 PQR， 所以 P 就等于什么呢？2分之 A 加 B 减 C， 对不对？还不错好。Q 的话等于什么样呢？2分之 A 减 B 加 C， 那这个呢 R 就等于2分之负 A 加 B 加 C，perfect， 我们就解出来。所以线性组合没问题就是说我可以找到 PQR， 那当然就说那第一个线性组合就完成喽。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要来检查它是不是 Li，所以这个基本的功夫那经过这样一阵子训练一样。好，那我们来做它的线性组合是等于0的情况有没有？等于0的情况呢？好，等于0 0 0。我来看看这一个 PQR 是不是只有这个0解是它的显然解，那没有其他解。好，我就一样把系数兜起来跟刚刚一模一样。现在只是等于0，那刚刚是等于 ABC 等于0有没有？那你一样的道理你就把它全部加起来那再除2等于0，我们看出来，然后呢依序减第一式子、第二式子跟第3个式子，那最后总结你可以得到怎么样？这一个 P 等于 Q 等于 R 等于0，所以 OK 啦，所以没问题。所以这一个 B1100 101011那它本身就可以满足 LC 的条件跟这个 Li 的条件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它是3度空间的一组基底好，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之后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简单的一个特性那我们这边就列出2个简单的特性出来。那自己证明部分的话，我们后面会再补述一部分或者说也不再就去讲述因为这个才6节课到8节课的课而已那有兴趣再看看我的课本，因为我的课本正在改写那有旧的课本好，旧的课本就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可以看到我的课本这边在我的课本放在这边好，那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就用我的课本。好，那这个等于是 V1、V2 一样点到 Vn 开始用 V 出场的 V1、V2 到 Vn 出场的，不要再用 X1、X2 到 Xn， 那以后它就变成
系数去了，好可怜哦。本来是个向量，怎么后来就变成被作者刘教授跟什么跟其他教授把它变成是系数了，嘿，那就把那个向量的位置留给 v1 v2 到 vn 了。好，那令这一个b 超写 b 的话是一组 v 的这个基底哦。那这个时候很像，假设一个 v 它不属于这一个 b 里面，能看出来？那 name x 的话，就是这个集合在连级怎样 v 进来，那 is 什么 ld 那为什么？因为要待会后面要布个局，就是我们引出那个什么维度出来，为那个就是说再引出那个 dimension 出来，也就是说这个集合现在等于什么呢？就是相当等于是 v1 v2 点点点到 vn 再加一个 v 进去，它现在变成是线性相依变成线性相依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集合很明显，它是一个maximum 这 linear independent set， 也就是说拥有这个 n 个元素的这一个这个基底的这一个集合，它几乎是最大的线性独立集，再加一个的话就变成线性相依变成线性相依那这个特性就是说在我们的课里面不去证明那当然有其他的课证明，那证明下去的话又要再花这个至少要10分钟到20分钟以上的那个论述这样所以这个是相对的比较麻烦这样好，那我们再来开始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结果，有没有？那这个结果的话，我待会会帮你们做一个结论在后面，有没有？好，没关系，我就先把这个整理出来，就是说 v 假设是 a1 v1 再加点点点，有没有？再加 ai vi 再加点点点再加上 an vn， 有没有？那这个 ai 不等于0，中间那个 ai 不等于0，也就是说现在 v1 v2 到 vn 是已经是 v 的一组基底的嘛，所以任何的这个向量空间的那个向量可以被它表成线性组合式。好，我就表示成这个组合式。那发现中间这个组合式有一个那个什么vi 的前面的系数不等于0，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竟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弄一个新的，我把这个 vi 减1有没有 v 跟着 vi 加1点点点有没有 vn 呢？它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一个什么？一个基底那这个为什么有什么用？因为我们在做那个空间变换的时候，常常会换某一些向量的角色轴让它变成其他的向量进来。所以我发现说，我在原来的那个基底的线性组合表示是中间的第 i 个的系数不等于0，这个 v 有没有？我竟然我这个 v 怎么样呢？我 v 我这个 v 把它写漂亮一点，不要这样写，这样你们看不太清楚这是一般的 v 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用 v 来取代那个第 i 个的 vi， 它仍然是一个基底这样那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代换定理，有没有？代换定理那我们当然想办法能够帮各位证明，就把它证明出来它叫 Stiglitz 有没有？这个replacement theory 叫做 Stiglitz 的一个代换定理所以这边就出现了2个蛮重要的观念一个最大的线性独立集跟一个这个我们这一个代换定理，有没有？那这个当然要证明起来要花一点力量那我们后面有机会再有时间我们再来补充。但是各位同学先把这些基本现象先把它记起来这样好，所以我们这一节呢就大概在这边讲述完毕那原则上我们就是把那个谁给引出来的，把基底引出来的就记得基底就是要检查它的线性组合跟线性独立这2个条件这2个条件，那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特性跟那个特质，我们后面会再陆陆续续整理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读那个线性代数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那再增加我们的学习上面的一个深度这样好，那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